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loe。最近 Cloudcode 的负责人 Boris Cherny 在关于新模型 Opus 5的访谈中透露，为了让 Harness 适配新的模型，他们直接删掉了80%的 System Prompt， 也就是系统提示词。随着 Opus 5的推出，现在使用 Cloudcode 的方式也和6个月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场访谈里最值得学习的几个点：开发者如何调整 Harness， 产品经理如何迭代 Agent 的产品，以及作为使用者的我们又要如何跟上这些变化，掌握新的用法。Opus 5刚刚发布，新的模型能力又有了明显的提升。最明显的新能力之一就是它可以持续运行非常长的时间。特别是结合 Auto Mode 后，它可以连续工作几天、几周，甚至更长，而且不再像过去一样需要用到 /go 或 /loop 等功能。我最近自己用也发现 ，Cloudcode 在做任务时会自己判断去增加测试或修改，即使我并没有要求它。而且即使没有用 /go， 也可以跑比之前更长的任务，任务的完成度也有感的提升。Boris 提到，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Cloudcode 的 Harness 是一直在变的。每次新的模型出来后，旧的 System Prompt 和 Tool 都会被删除。System Prompt 里的很多内容本质上是在弥补模型的不足，而每一代模型又非常的不同，所以他们会选择先删除，然后再一行一行的评估是否需要加回来。因为 Opus 5又比之前的模型再更聪明了，有些之前的指令反而会限制它的能力，所以他们最终删掉了大约80%。Boris 也建议，不管是做 AI 产品的同学或者 Cloudcode 的使用者都可以这样做。每6个月按一下删除键，大胆的删除 System Prompt、Claude.nd、Skill 等，再测一下模型，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。在 Cloudcode 的测试里，删掉后模型本身会变得更聪明、更灵活。但这里要注意，产品除了追求模型的智力，还要考虑用户体验、安全权限等。最聪明的模型行为不一定是最适合作为产品的行为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，删除之后新的 System Prompt 应该怎么样重建。这就不能凭感觉来判断了，需要让新的模型在真实的任务、代码和产品里运行，观察它的表现。只有当同一个问题多次出现时，才把对应的指令加回 Prompt、Skill 或 Harness。Boris 认为，传统的软件工程强调的是提前设计稳定的框架。以前工程师都会先规划系统，编写大量的单元测试，再逐步建立一个尽量稳定的系统。大型的重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。但大模型的产品开发不是这样的，每一代模型都有不同的能力、行为和性格。开发需要先认识新的模型，再根据它的实际表现去调整 Harness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先猜模型需要什么，要先运行、观察结果，形成判断，再继续迭代。接下来 Boris 讲了2个概念 Hobbling 和 Product Overhang。 Hobbling 就是模型明明已经会了，却被 Prompt 或产品的设计限制住了。 Product Overhang 刚好相反，模型的能力已经存在，只是还没有被产品发现和释放出来。比如 Anthropic 并没有专门训练 Opus 5画画，但内部人员通过提供 OpenCV 这个工具给他后发现，他居然可以通过代码画出人物、动物和风景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能力可能早就藏在模型里了，只是以前没有人给对它工具和任务把它触发出来。现在的模型里可能还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类似的能力，只是还没有被发现和产品化。那么对于使用者的我们来说，最关心的是如何能成为最会用 Cloudcode 的那1%的用户。那 Boris 的建议就是不要相信网上 AI 博主分享的技巧，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技巧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真正有效的方式是把 Cloudcode 当成一个能够独立工作的同事，给他一个稍微有挑战的任务，提供需要的工具和验证方法，让他先跑起来。然后如果他失败了，再去判断他缺的是什么 Prompt、Skill 还是更多的外部信息。很多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反而容易把每一步规定得太死，但是现在需要的是讲清楚目标、边界和完成的标准，具体怎么做可以让 Agent 自己决定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。Boris 在访谈里还讲了一个有点浮夸的例子，他让 Cloudcode 把一个 Electron 的应用重写成 Swift。这个任务持续运行了2周左右，也没有结束，背后一共调用了数千个 Agent。那底下的观众就很好奇，到底是怎么组织上千个 Agent 一起工作的？他介绍了3种方法。第一个是 Dynamic Workflow，Cloudcode 会根据任务自己决定需要多少个 Agent 以及如何分工。第2种是 Loop， 它可以按照固定的时间重复执行一个任务。第3种是 Routine， 它和 Loop 类似，但运行在云端，即使关掉电脑也可以继续。讲到 Routine， Cloudcode 团队已经开始用它去自动维护多个代码库。
他们每天会运行20-30个 routine， 让 Claude 自动清洗 dead code， 删除过去的实验代码，补充或清理测试等。也就是说 ，Agent 现在不只是可以帮你写新功能，也可以开始承担持续的代码维护工作。而这些 routine 呢，每天可能会启动数百甚至上千个 agent。最后又回到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写代码是不是已经可以100%用 AI？ 那么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？Boris 说，对他来说确实是没有在手写代码了，但这不代表对所有人都一样。现场的主持人就问了一下大家，有多少人现在是所有代码都是 AI 生成？举手的人超过了一半。那么现在如果还在学计算机的同学们该如何应对呢？Boris 说，他小时候学习编程是为了帮助他在数学考试里作弊，所以不管是 AI 还是代码，都是围绕着需求展开的，变化的只是工具。像他自己作为工程师，在不用写代码后，更多的时间是用在和客户讨论产品、设计框架等更有趣的事情上。就像以前自动取款机出现后，当时大家也认为会取代银行职员。结果并没有，只是银行职员的工作从简单的纯取钱变成了和客户谈业务。所以我觉得，与其一直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，不如换一个角度去思考，随着 AI 的出现，原本同一个工作的定义是不是也应该跟着改变？所以这期视频总结的不仅仅是 Claude Code 的工程逻辑，还包含了许多关于 Agent 产品设计的思考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